男人替老板送生日礼物给老板娘，却发现老板娘独自在家喝闷酒。男人送完礼物想离开，老板娘却恳求他陪她吃蛋糕。男人无奈答应了，可他万万想不到，一场悲剧也就此拉开了序幕。女人名叫许菲菲，她的丈夫是一个身家不菲的老板，因此从结婚开始，她就过上了羡煞旁人的富态生活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菲菲竟开始厌烦这种生活。由于刘旭要忙应酬，独守空房的许菲菲时常感到空虚寂寞，渴望被关爱，而这种感觉在生日这天更是被无限放大。看着几年前的生日录像里，自己被众星拱月般的宠爱着，如今却只能独自喝酒消愁，强烈的落差感让许菲菲不禁落泪。就在许菲菲最脆弱的时候，刘旭的司机何大伟按响了门铃，而一场悲剧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何大伟是来替老板刘旭送礼物的，但许菲菲对千篇一律的金银首饰已经索然无味，反而是何大伟送的小玩意让她感受到了对方的用心。刹那间的心动让许菲菲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她硬拉着何大伟帮她过生日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年轻风趣的何大伟让许菲菲暂时忘却了心伤，可却也让她迷失在了欲望中。在酒精的刺激下，两人最终情难自控，而祸根也就此埋下。1个月后，许菲菲被查出怀孕了，她顿时慌了，因为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。而就在她犹豫要不要打掉孩子的时候，报告单却又恰好被刘旭看到了。刘旭已过不惑之年，一直希望能有个孩子的他顿时兴奋不已，马上将许菲菲当成了重点保护对象，还特意从乡下请了一个亲戚来照顾许菲菲的饮食起居。刘家上下顿时忙得不亦乐乎，唯独许菲菲心里始终忐忑不安，而这种不安在孩子生下后更是被彻底放大了，因为孩子不管怎么看都不像自己的丈夫。所以那豆豆跟你长得还挺像的，都是帅哥。秀云，你这样说什么呢？保姆秀云的话显然戳到了许菲菲最害怕的地方，她担心孩子真不是丈夫的。而当亲朋好友都开始不断调侃孩子跟刘旭长得不像的时候，许菲菲再也忍受不了了。她让何大伟帮忙做了亲子鉴定，而结果却让她如遭雷击，孩子竟是何大伟的，自己意外当上了爸爸。何大伟是无法自控的激动，可许菲菲却彻底乱了手脚。她知道一旦丈夫知道这件事，以她的脾气绝对会出大事。两人一番商量后，决定将这个秘密隐瞒下来。然而埋了一个定时炸弹在身边，许菲菲每天都是担惊受怕，甚至噩梦连连。无法忍受的她拨通了何大伟的电话，而一个可怕的计划就这样开始了。这天，秀云推着孩子到公园散步，一个面色和善的中年女人突然上前套，近乎直夸孩子可爱。由于女人自称也是同小区带孩子的保姆，秀云就渐渐放松了警惕。这时许菲菲却突然打来电话，而就在秀云转身讲电话的空档，中年女人竟直接抱走了孩子。当秀云意识到不对的时候，早已没了孩子的踪影。苦寻无果后，崩溃的秀云将这个噩耗通知了刘旭夫妇。刘家顿时炸开了锅。赶到现场的许菲菲将一切过错都归咎到了秀云身上，对着她就是一顿打骂。刘旭很快就报了警，并让何大伟动员公司全部人员一起寻找。然而一段时间后，还是没有孩子的消息。许菲菲因此大病了一场，愤怒的她几度想让刘旭赶走秀云。而面对许菲菲的责难，秀云是满心的愧疚，觉得是自己的疏忽才弄丢了孩子，于是便声泪俱下的哀求刘旭让他留下赎罪。殊不知自己已经掉入到一场处心积虑策划的阴谋中。为了让妻子走出悲痛，刘旭特意安排许菲菲外出旅游散心。可他不知道，许菲菲并没有按计划前往机场，而是掉头来到了何大伟的住处。大伟，菲菲，豆豆呢？豆豆不在。你把豆豆藏哪儿了？原来孩子的丢失都是许菲菲和何大伟一手策划的，孩子不是丈夫的。许菲菲知道早晚有一天会曝光，于是她便找何大伟帮忙设了这个局。孩子早已被何大伟的姐姐抱到乡下去了，而秀云就这样成了替罪羊。当初两人计划好抱走孩子后，许菲菲就想办法和刘旭离婚，跟何大伟远走高飞。然而当何大伟问及许菲菲何时跟他走时，许菲菲却犹豫了，让何大伟给他一点时间。此时的何大伟还不知道自己把许菲菲想简单了。在乡下见到孩子后，许菲菲终于放下心来，但回到家后，她又开始假装出一副思子心切的模样。刘旭的言语稍有不当，许菲菲就开始借题发挥，夫妻俩的争吵瞬间爆发，一度吵到了闹离婚的程度。秀云见状，心里的负罪感是更加强烈。
无助的他找到了何大伟倾诉。原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秀云对同是村里出来的何大伟早已芳心暗许，可落花有意，流水却无情。此时的何大伟还一直在等许菲菲离婚，可许菲菲真的愿意跟他走吗？何大伟很快接到了刘旭的电话，听闻许菲菲在闹离婚，何大伟顿时心中暗喜。可得知刘旭叫他来车行，是想买车哄许菲菲开心的时候，他又忐忑了起来，担心许菲菲放不下阔太的生活。而果不其然，当许菲菲看到刘旭给她买的车后，马上心花怒放，一副小女人的姿态。离婚的事瞬间被抛诸脑后，看得何大伟气不打一处来。待刘旭离开后，他马上质问许菲菲，许菲菲则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安抚何大伟，并让他再给他一点时间。可他万万想不到，自己亲近何大伟的一幕竟被秀云撞了个正着。担心秀云坏了自己的好事，许菲菲开始以各种理由刁难对方，还重提孩子丢失的事，将矛头再次对准了秀云。面对许菲菲的无理指责，秀云这次没有再犹豫，一气之下主动提出了辞职。可她并没有回老家，察觉到许菲菲和何大伟之间的关系不寻常，秀云直接在同个小区里找了份保姆的工作，以便观察许菲菲的一举一动。而解决了秀云这个危机后，许菲菲再三犹豫后，竟撕毁了那张离婚协议。显然，过惯了优越生活的许菲菲根本没有勇气面对离开刘旭后的未知生活，她最终决定留下来。而面对何大伟的催促，许菲菲则是各种温柔攻势拖延。她无法舍弃刘旭给予的富足生活，又不想失去何大伟给她的干柴烈火。在做出最终选择前，许菲菲想以这种方式稳住目前的局面。可她万万料不到，被自己陷害的秀云却一直在暗中观察着这一切。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，秀云实在忍不住想找何大伟问清楚，可没想到却撞见了令她难以置信的一幕：一个女人竟抱着孩子和何大伟一起回来了。而看着这个背影，秀云马上想起了那个将自己推向深渊的女人。一连串的事情霎时涌入秀云的脑海中，她瞬间意识到了什么，马上敲开了何大伟的房门，疯狂地到处寻找。果然在里屋看到了失踪已久的孩子。是你们偷走了豆豆！秀云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怎么惨啊！我要报警！秀云，秀云，他是我儿子。事已至此，面对崩溃的秀云，何大伟只能说出真相。担心秀云不相信，他还拿出了那份鉴定报告，并试图恳求秀云帮他保密。但饱经摧残的秀云此时已经愤怒到了极致，无法释怀的他坚持要将这件事告知刘旭，直到争吵声吵醒了孩子。听着孩子熟悉的哭声，秀云犹豫了。由于对何大伟已经情根深重，思前想后，秀云最终还是心软了，决定帮何大伟隐瞒这件事。可知道真相的秀云却并没有打算放过始作俑者许菲菲，她拦住了对方，并将一切揭露了出来。许菲菲以为秀云是想报复她，可没想到秀云竟是想再回刘家当保姆。原来深爱何大伟的秀云想让许菲菲主动离开何大伟，于是便计划再次接近许菲菲，并了解对方，找到弱点后再见机行事。可没想到，一个意外竟打乱了他的计划。这天，何大伟的姐姐竟在大白天抱着孩子来到了刘家，这顿时吓坏了许菲菲。原来何大伟姐姐的丈夫意外受伤，她没办法继续带孩子了，而何大伟又刚好陪刘旭出差，只能将孩子抱回来。事发突然，许菲菲瞬间乱了手脚。担心邻居发现异常，许菲菲只能恳求秀云将孩子抱走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举动竟让何大伟对她彻底失望。知道事情的原委后，何大伟对秀云是感激不已，这次出差还特意为对方买了礼物。此时的何大伟对许菲菲的虚情假意已经不抱任何希望，他已经准备独自养大孩子，不想拖累秀云。但秀云的真诚和体贴，最终还是让他卸下了心中的负担，两人就此确认了关系。面对许菲菲的时候，秀云不再掩饰敌意，并故意在对方面前宣示自己的主权。许菲菲心中虽感不忿，但最终只能悻悻退走。为了不让许菲菲打扰他们的生活，何大伟和秀云带着孩子搬到了郊外，过起了小日子。何大伟也辞职开起了出租车，可没想到这天载客的时候，竟意外碰到了许菲菲。多次寻找何大伟和孩子未果的许菲菲顿时激动不已，试图再次使用温柔攻势挽回何大伟，但这次却是徒劳。何大伟显然已经不想和许菲菲再有任何瓜葛，然而他却小看了对方的手段。许菲菲竟偷偷记下了出租车的车牌号，并找到了何大伟的新住处。面对秀云的嘲讽，
心理失衡的许菲菲竟开始搬弄是非，谎称自己和何大伟已经和好如初，而何大伟之所以跟秀云在一起，只是想利用她而已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才是豆豆的亲妈，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带孩子的保姆。许菲菲的话让秀云心里起了波澜，她原本打算信任何大伟，可当她无意间看到何大伟脖子上的痕迹后，瞬间又起了疑心。何大伟试图掩饰，但身上残留的香水味却再次出卖了他。秀云对这个味道再熟悉不过了，见无法隐瞒，何大伟只能轻描淡写的解释是拉客的时候偶遇许菲菲，但这显然无法打消秀云的疑虑，而肩膀上意外露出的咬痕更是让他瞬间失控。此时的秀云对许菲菲先前说的话已经深信不疑，自己竟然被深爱的人利用。秀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一气之下跑出家门。何大伟无奈只能抱着孩子追了出来，将事情的经过如实告知秀云。一番诚恳的道歉后，何大伟最终挽回了秀云对他的信任。可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，这一幕竟意外被人看到了，而一场狂风暴雨就此酝酿了起来。刘旭很快接到了朋友的电话，得知有人发现了自己的孩子，许菲菲瞬间慌了神，想阻拦却找不到任何理由。没多久，刘旭就带着许菲菲找上了门。愤怒质问中，刘旭给了秀云一巴掌，逼问对方为何偷走孩子。可秀云为了保住何大伟，是死活不肯开口。没想到被愤怒冲昏头的刘旭，竟直接拿起一旁的刀就要下狠手。生死关头，赶回来的何大伟护住了秀云。事已至此，何大伟只能向刘旭坦白了一切，并再次拿出了鉴定报告。许菲菲，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现在知道给我生野种了，就让你和他一块进地狱。知道真相的刘旭早已愤怒不已，场面瞬间又混乱了起来。然而不久之后，刘旭渐渐冷静了下来，他选择了更为宽容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。他去派出所撤销了案底，决定不再追究许菲菲跟何大伟偷走孩子的法律责任。可他却不愿再接受孩子，也不愿再原谅许菲菲和他离了婚。许菲菲则因为自己的过错变得一无所有，她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独立抚养孩子，于是放弃了抚养权，将孩子交给了秀云跟何大伟。何大伟和秀云的爱情最终开花结果，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却给予了他沉重的人生教训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